诸位，马上就到8月13号了，也就是咱们民间说的7月初1鬼门开。一到这个时节，很多人总觉得浑身不对劲，说晚上是不是不能出门，会不会撞见不好的东西。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咱们学中华文化是要开智慧，得解脱的。但是今年的这个7月，我确实要郑重地嘱咐大家几句，因为今年的契机跟往常确实不太一样。你们要晓得，今年是丙午年。什么叫丙午年？天干是丙，五行属火，地支是午，五行也属火，这是个火上加火，极其燥热的年份。咱们老祖宗最讲究什么？讲究天时，天上的气一动，地下的人心就必然跟着动。你想想看，天上是极端的燥热，极其旺盛的火气，而地下呢，鬼门开正好是地下最大的气机转折。天上这股猛烈的火气碰上地下气场的剧烈变动，这两股力量上下翻腾，中间夹着的是什么？夹着的就是咱们这些普通人呐。这一个月的天地气场比往年任何一个7月都要猛烈。这就好比有人在你家的灶底下拉风箱，呼呼的往里头猛灌大风。既然风这么大，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个月天地间有极多的中阴众生，也就是那些还在受苦没能解脱的生灵，他们在求一口清净食，求一次超度，个个都是苦命生灵，根本不会无端伤人。但正因为这些求拔济的生灵多了，整个天地间感应的力道一下子就被抬到了最高，这就叫作业感。这个道理很简单，平常日子里你心里头起个恶念，嘴上图痛快，说句刻薄的气话，或者存了一丝侥幸心理，这些业气可能飘散在半空里，因为气机没那么强，一时半会儿落不到实处，账没有那么快算到你头上。但是在这个月，天地间的感应太强了，你动个什么念头，说个什么话，老天爷给你落得又快又准。地藏经里有句话说得极其透彻，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力这东西是不挑时候的，但赶上今年这个特殊的7月，它结账结得特别快。所以诸位老人家，你们要晓得，你真正该怕的根本不是外面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而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在这个月里说出去的话，动过的念。老天这笔账记得清清楚楚，你把这个因果的道理弄明白了，心里就坦然了，遇到天黑也就不慌了。我常常讲一个比喻，你们想一想，咱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一盏看不见的油灯，这灯里的油是你这大半辈子吃苦受累，好心好意攒下来的福报，这根灯芯就是你的命，而外面罩着的那层琉璃罩子就是你的定力，你的脾气，你的修为。平常屋子里没风的时候，你这盏灯安安稳稳，怎么点都亮堂，日子过得也顺心。可是到了今年这个7月，灶底下拉风箱，外头的风太大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灯罩上有几个口子，风顺着口子猛地灌进来，你那点好不容易攒下的福报灯油，是不是几下就给吹干了？灯芯是不是也要被吹灭了？所以今天我要跟诸位讲的这5件事，在这整个月里你们千万别做。你们要晓得，这5件事绝对不是什么吓唬人的迷信忌讳，而是咱们在红尘里摸爬滚打的保命经验，每一件都是你自己那盏命灯上的一个破口。外头的风再大，只要你听劝，把这5个口子堵住了，哪怕只堵住1个，你就能保住1分元气，保住一家人的平安。这5件事里头，头一件
也是最多人天天在犯，还觉得自己没错的那一件，他连门都不用出，坐在家里就把福漏光了。这第一件事就是咱们这张嘴，切记不要坐在家里去评论别人的长短。你们要晓得，今年的口舌是非比往年重了不止1倍。为什么呢？刚才说了，今年是火旺的年份，咱们老祖宗的中医讲得很透彻，火气这个东西主急主炎上，人身上的火气一旺起来啊，最先烧到哪里？最先烧的就是舌头。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段时间人特别容易心浮气躁，心里一躁，这话就快了，话一快，脱口而出就收不住了，根本不留余地。你说出一句难听的话，对方心里也正躁着呢，2句一顶，火气就爆了。你们走在街上，是不是经常看到，就为了路边抢一个停车位，或者排队的时候稍微蹭了一下，2个人就能打起来？我告诉你们，这绝对不是巧合，这就是天地间的火气把人心里的燥气给勾出来了。但是我要跟诸位讲，这口舌上最伤福报的，往往还不是2个人当街指着鼻子吵架。为什么？当面吵架虽然难看，但往往吵完了，骂痛快了，人散了，这股子气也就跟着散了。真正要命的是最毒的，是躲在背后说的那几句酸话、风凉话，背后说人坏话，表面上看起来没起冲突，但你心里那股刻薄的气，那股怨气，它是存着的，一存就是好几天，甚至好几年，你存着的这口恶气，才是真正在心底里烧你自己那盏灯的灯油啊！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在背后嚼人舌根，就等于是端着一盆脏水去泼在人家的家门口。可是你千万别忘了，这盆脏水是从你自己屋里的水桶里舀出来的啊！水桶是你的，水少一瓢就是一瓢，你弄脏了别人，先消耗的是你自己。有个退休的老大姐，咱们就叫她张阿姨吧。张阿姨人其实不坏，就是闲下来没事干，整天坐在小区的凉亭里，跟几个老姐妹家长里短。那阵子小区里有户人家姓赵，老赵家的女儿在外地离婚了，哭着回了娘家。这本来是人家家里的苦心事，但张阿姨管不住这张嘴，天天在下面给人添油加醋的传。她绘声绘色地说，你们看老赵家那丫头，平时穿得花枝招展的，好吃懒做，这脾气又大，这回肯定是在外面不安分，被婆家给赶出来了。我看呐，她早晚有这一出，活该。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眉飞色舞，仿佛自己是个料事如神的判官。她以为这只是闲聊，过过嘴瘾，可谁知道因果报应来得比翻书还快。那时候张阿姨自己的儿子正谈着一个对象，2人感情挺好，都快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女方的父母是个极其谨慎讲究的人家，借着来看房子的由头，就在小区里转悠，想打听打听这未来的亲家平时为人怎么样。好巧不巧，女方父母就坐在张阿姨背后的长椅上，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张阿姨是怎么尖酸刻薄地作践老赵家女儿的。女方母亲当时脸色就变了，拉着老伴就走，回去后死活勒令女儿分手，把这门婚事给退了。女方母亲跟女儿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她能在背后这么恶毒地编排一个受了挫折的姑娘，这家人心眼太坏，太刻薄了。你要是嫁过去稍微有点不如意，她那张嘴就能活活把你给逼死。这家人没有德行，绝对不能嫁。张阿姨怎么也想不明白，眼看着定下来的婚事，怎么说黄就黄了。直到后来中间人隐隐约约把这话递过来，张阿姨听完
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你想想看，嘴上痛快了那几分钟，砸的是谁的门面，断的是谁的家运，这就是报应啊，全在自己身上。除了在小区里说闲话，现在时代变了，很多老年人也学会玩手机了。这手机屏幕一亮，很多人心里的魔鬼就出来了。看个新闻，看个短视频，稍微有点不顺眼，就在下面敲字，什么酸言酸语、恶毒的话都往上发。你心里想，反正我也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我，我用个假名字，谁知道我是谁？没人听见，我就不用负责任。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佛法讲得很清楚，口业的账从来不是记在有没有人听见上，而是记在你的起心动念上。你敲下那行字，或者在心里暗暗咒骂的那一瞬间，那股恶念是确确实实从你自己的心里流淌过去的，你的心被污染了。老天爷这笔账不记在别人头上，就结结实实的记在你自己的命灯上。你自己回头想一想，就这一个礼拜，你是不是也在心里或者在嘴上偷偷的骂过谁，酸过谁？赶紧打住，这都是在漏你自己的福报啊。还有一点，也是最痛心的一点，这口舌的火如果烧到外人身上，还算是有个距离，真正杀伤力最大的一句话，往往是落在自己家里，落在一辈子睡在一张床上的老伴身上，落在亲生儿女身上。哪句话最毒？就是那句，我早就说过，丈夫在外面做生意亏了本，愁得整夜睡不着，做妻子的不仅不安慰，反而在旁边冷言冷语。我早就说过那人不靠谱，你非不听，现在好了吧，把家底都败光了，你活该。儿女在工作上受了委屈，回家想找个避风港，做父母的张口就是，我早就说过让你考个安稳的单位，你偏要去外面闯，现在被辞退了，你怨谁？我们面对外人，往往还会伪装一下，留3分薄面，可是面对最亲的人，这把心里的刀子是一点都不藏着掖着，直接往最软的心窝子里捅啊。最亲的人挨你的刀子最深，你图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证明了你看，还是我聪明，还是我对了吧。可是你把这个家的心给扎漏了。一个家的风水气场本来是聚在一起的，就是被这一句句刀子一样的埋怨，一句句刻薄的马后炮给划得千疮百孔，家里的暖气漏光了，怨气进来了，这家运就是这么一点一滴散掉的，对不对？所以诸位啊，进了这农历7月，外面灶底下拉风箱，咱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家里的门窗关紧，把这张嘴管好，不要去评判别人，不要说家人的风凉话，口上的这把火烧的是自己身上的福报灯。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第2件事，那可是实打实的火。你们要晓得，进了今年这个农历7月，用火用电绝对不能当成平时的小事来对待。我告诉你们，今年的火煞比过去几十年都要重。为什么这么说？你回想一下我刚才讲的，今年是丙午年，天干地支2重火，再加上这几个月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一直退不下去。天热，家家户户的空调、电风扇、冰箱是不是都在连轴转，从早到晚不停歇？这电线的负荷极重，电力系统本身就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很容易出故障。所以诸位啊，今年的火灾绝不是没有缘故的凭空烧起来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老话叫火要人引，天时就像一个大太阳，已经把你家周围的干柴枯草晒得透透的了，缘分已经凑得特别齐了，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什么？
就差那最后一点火星子，而这点火星子往往就在咱们一个转身一个大意之间。尤其是咱们在座的老人家，平时在家里有3样事情最容易犯疏忽，而且全在厨房和客厅的角落里。头一样，锅在灶上炖着汤或者热着菜，这个时候客厅的电话响了，或者是有人敲门，你心里想，哎呀，我就去接个电话，讲2句就回来，能出什么事？火也没关，人就走开了。结果碰上个老熟人，一聊了10几分钟，等你想起来的时候，锅已经烧干了，浓烟都冒出窗外了。第二样，插座，你们很多老人家节俭，电视柜后面沙发旁边一个接线板上插着好几个插头，旧的接线板舍不得扔，上面又接了一个新的接线板，密密麻麻地缠在一起，上面还积了一层厚厚的灰。这大热天的，电线老化发热，那灰尘就是最好的引火线啊。第3样就是点燃的香烛，蚊香，随手就放在了离窗帘离布沙发很近的地方，风一吹，布料飘过来，只要搭上一点火星，瞬间就能窜上一房顶的火。你想想看，这3样事情哪一样是因为你八字不好，哪一样是因为你倒霉？全不是。这都不需要运气不好，只需要你一次的忘记，只需要那一念的疏忽。为什么我特别要强调这农历7月尤其要紧？这个道理很简单，这1个月是咱们慎终追远的日子。很多人家里要烧纸钱，要点香，要在佛堂或者祖先牌位前供灯，你心里惦记着过去的亲人，惦记着子孙的平安，心里有事，手上就容易分神。一年当中，家里明火最多，人心最不集中的就是这1个月。诸位要记住，我不是叫你们不要供灯，不要拜祖先，敬天法祖，这是咱们中华文化里极好的善念，是尽孝道。我是叫你们供香供灯的时候，只要火点着了，人就不要走开。你要去睡觉，要去买菜，先把火熄了再去，心意到了，老祖宗和菩萨都知道，绝不会怪你。千万不要点着一根香，人就跑出去打麻将了，这哪里是祈福，这是给自己埋雷啊。这种事不是今天才有的，历史上就有这么一场大火，烧得特别惨烈。那还是在南宋的时候，当时的都城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这场大火发生在7月里的一个晚上，临安城里有一户算得上富裕的人家。这天晚上，家里的老太爷带着全家祭拜神明，祭奠祖先，香案摆在大厅里，点着手臂粗的红烛，烧着高香。拜完之后，夜已经深了，老太爷打了个哈欠，觉得困了。他看了一眼香案上的蜡烛，那蜡烛插在烛台上，有点歪歪斜斜的，看着不太稳当。老太爷心里当时闪过一个念头，要不要把它扶正，或者干脆吹灭了再睡。可是他实在太困了，心里那种侥幸的念头就冒出来了。这屋里没风没雨的，能出什么事？烧到底自己就灭了。他转过身，心安理得的回房睡觉去了。他这一走，大厅里就空了。半夜里，一只野猫为了追老鼠，从房梁上猛地窜下来，正好好跳到了香案上。那只插得不稳的红烛啪的一声就被撞倒了，火苗子直接燎到了旁边的丝绸帷幔上。更可怕的是什么？那天夜里刚好起了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火蛇就吞没了这户人家的宅院。临安城里的房子，一家挨着一家，多半是木结构的。那风呼呼的刮，带着火星子满城乱飞。等人们被敲锣声惊醒的时候，大半个城已经是一片火海了。史书上记着，
那一场大火足足烧毁了几万家，老太爷一家人倒是拼死逃出来了，可看着满城的灰烬，满街的哭喊声，老太爷捶胸顿足，急火攻心，当场人就没了。你想想看，起因是什么？不是天降神火，不是强盗放火，就是因为老太爷在睡觉前觉得那根歪斜的蜡烛应该没事，就是这么一点侥幸，就是这么一个没有掐灭的小火星，把几万人的家业全烧成了灰。所以咱们老祖宗把火灾叫什么？叫走水。在过去，人们把失火看得比丢钱，比家里进贼要重得多得多。为什么？因为贼进家里，最多偷走你箱子里的金银细软，只要人还在，只要屋子还在，你凭着双手还能再赚回来。可是火不一样啊，一场大火下来，房子烧成了白地，锅碗瓢盆什么都没了，这一家人没有地方住，只能东奔西走，投靠亲友，甚至流落街头，一家人四散分离，这个家的气就彻底散了。气一散，家运就断在了这里。火烧掉的从来不只是几件家具，烧掉的是一个家族凝聚起来的精气神，是你们几代人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家底和福分。我今天把话说得这么透，就是希望诸位老人家今天听完以后，晚上睡觉前千万记得在屋里走一圈，看看燃气灶的开关是不是真的拧到底了，看看佛堂的香炉里还有没有火星，看看接线板是不是烫手。你不嫌麻烦多看这一眼，就是在一手一脚地保护你这个家的家运。屋里的火只要咱们仔细些，总归还看得见，防得住。可有一种险是你自己坐上去，甚至你自己握着方向盘还觉得挺安全的。这一个月出门在外的人，有一样东西千万别带在身上，一沾上那可是要见血的。你们要晓得，咱们老祖宗在排历法看天时的时候讲究一个词叫驿马。驿马是什么？就是管咱们出门，管远行，管走动的那一颗星。到了今年这农历7月，这颗驿马星正好逢着冲动。什么叫逢冲？就是不安稳，气场乱。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月出远门的事，在路上的事特别容易出状况。老辈子人常说7月少出远门，背后的道理就在这里。但是我告诉你们，真正要人命的从来不是那条路，也不是那辆车，而是你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的那一瞬间，肚子里憋着的那口气。咱们回想一下我前面讲的，今年火旺，人心福气躁，很多人早上出门前可能刚跟家里的老伴拌了2句嘴，或者因为小孩子磨蹭发了一顿火，你心里头那个无名火正烧得旺呢，带着这股子怨气怒气，你就坐进车里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看，车是什么做的？车是铁打的，铁有没有脾气？铁是没有脾气的，它不会自己发火，也不会自己去撞人。真正赋予这辆车灵魂的是你带上去的那股气。你带着满身的狂躁上了车，这辆车就不再是交通工具了，它变成了一个带着火药桶的铁疙瘩。你开着这辆火药桶上路，稍微遇到前面有车开得慢一点，或者旁边有人按了一声喇叭，你心里的火腾地一下就窜上来了，对不对？你心里想，凭什么你滴我？我今天正烦着呢，你一脚油门就顶回去了。可是诸位啊，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间的因缘是互相感召的。今年7月大家心头都燥，你带着火出门，别人可能也是刚跟老板吵完架带着火出门的，两个本来就心浮气躁随时要爆炸的人，在这个一马逢冲的路上碰在了一起，互不相让，最后砰的一声，血光之灾是怎么来的？10有8九
就是这么来的。这哪里是车祸？这是两团业火撞在一起了呀。再有一种情况，也是每天都在发生，让人看了极其痛心的，那就是赶时间。现在的社会节奏快，每个人都急匆匆的，可是你们算过一笔账没有？你上班快迟到了，你去办个事怕晚了，你拼命的踩油门，拼命的按喇叭，你抢回来的不过是那3-5分钟迟到了，最多是扣几百块钱全勤奖，或者被老板数落2句，丢点面子。可是你为了这几分钟把什么压上去了？你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压上去了啊！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认识过这么一个年轻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平时做事也算是踏踏实实的。就那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找车钥匙耽误了10几分钟，眼看着就要迟到了。他那个公司规定极其严格，迟到一次，这个月200块钱的全勤奖就没了。小伙子家里条件一般，每个月就指望着这点全勤奖交水电费。他骑这个电动车，脑门上全是急出来的汗，心里头就像有一团火在烤着，满脑子都是快点再快点，绝不能迟到。这200块钱不能没。在一个大十字路口，前面本来是绿灯，等他快冲到跟前的时候，绿灯闪了，黄灯亮起来了，倒计时只有最后2秒。正常情况下，人看到黄灯手就应该去捏刹车了，可是他那一刻完全被心里的急躁和那200块钱给蒙住了心智。他猛地一咬牙，心里喊了一句，冲过去，全勤奖就保住了。他不但没捏刹车，反而把店门拧到了底。就在他冲进路口的那一瞬间，侧面一辆满载着货物的大卡车正掐着绿灯起步的头1秒，轰隆隆地开了出来。大卡车哪里看得到他这辆像苍蝇一样穿出来的电动车？卡车司机连喇叭都没来得及按，砰的一声闷响，那小伙子连人带车被撞飞出去好几米远。万幸的是，他当时戴着个头盔，命保住了。可是等他从医院的病床上醒过来的时候，只觉得右腿轻飘飘的，一点知觉都没有。医生站在床边，摇着头跟他说：小伙子，命保住已经是万幸了，可是这右腿粉碎性骨折，以后恐怕得拄半辈子拐杖了。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眼泪刷刷地往下流。那一刻他顿悟了，可是已经太晚了。他回想自己冲向黄灯的那1秒钟，为了那200块钱的全勤奖，为了不迟到那2分钟，他把下半辈子的自由全搭进去了。以后的几十年，他连正常走路都成了一种奢望。你想想看，这值得吗？这就是拿命去换时间啊！诸位老人家，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千叮咛万嘱咐给你们的儿女听。出门在外，宁可晚到10分钟，宁可扣点钱，绝不能带着急躁的心情去抢那1秒钟。除了带其上路赶时间，在路上还有一条规矩，这一条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那就是沾了酒，哪怕只有1口，也绝对不许碰方向盘。现在好些年轻人逢年过节，或者几个人聚在一起吃个夜宵，几杯酒下肚，人就飘了。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么一句话，也是害死人最多的一句话，叫做我就喝了1小杯，离家就这么一小段路，应该没事。你记住，只要这句应该没事从你脑子里冒出来，灾祸就已经站在你身后了。酒精这个东西，它是麻痹人的神经，闪人的定力的。你的定力灯罩一旦被酒精给融化了，外面的夜风一吹，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而且喝了酒开车，害的往往不只是你自己，很多时候你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还连带着把路边无辜的行人，把别人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庭给撞得家破人亡。你这一脚油门下去，是2个家庭一起垮掉啊！这个罪业你生生世世都还不清。咱们做长辈的，看到家里小辈去赴宴，千万要在门口拦一句，车钥匙放下，打车去，或者找代驾，别舍不得那点钱。说到这里，有些不开车的老人家可能觉得，哎呀，我这辈子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出门都是走路，这路上的险跟我没关系吧？我告诉你们，只要你出了门，走在这条路上，别人的车照样开过来，你就处在这个气场里，你不开车你躲不掉。所以这1个月咱们过马路也要比平时多长一个心眼。很多人过马路有个坏习惯，喜欢抢那个绿灯尾巴，眼看着绿灯还剩最后3秒，拼了老命的往对面跑。这1个月咱们把这个习惯改一改，不管有多急的事过马路，到了路口先停下来慢3秒，绿灯刚亮的时候你等一等，确认左右的车都停稳了再走。绿灯快灭的时候，你干脆就停在原处等下一个灯，不抢那3秒，就是把心里的躁气给按住，你的心平稳了，步子就稳，路上的那些狂躁之气自然就跟你擦肩而过，伤不到你分毫。路上的险，好歹你还能看见红绿灯，好歹方向盘和刹车还在你自己的手里，只要你把心里的火气按住，多半就能平平安安。可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第4件事，也就是这个月里有一种地方，你只要一脚踩进去，底下的暗流涌动，天上风云突变，那可就什么都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了。偏偏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有那么些人不知深浅的往这个地方跑。你们要晓得，今年7月水的凶险格外的重，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前面不是刚刚讲过今年是丙午年，火气极其旺盛吗？既然火大，那水不就干了吗？怎么水的凶险反而重了呢？我告诉你们，这个道理很简单，天地间的气机它是个跷跷板，今年这个火气太旺，旺到了极点，它就把水气给逼急了。水被逼急了之后，它不来则已，一来就是大的。所以你会看到，只要风一起，紧跟着的就是水，什么淹水啊，突然的涨潮啊，山里的土石流啊，还有那种下得像倒盆一样，说来就来的午后雷阵雨，比往年都要猛烈。但是面对这么猛烈的水患，真正出事的，丢了性命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完全不知道危险的人。你仔细想一想，现在电视上、手机上天天都在播气象报告，台风要来了，暴雨要来了，哪个不知道？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人被卷走？因为这些出事的人心里头都长着一颗毒瘤，这个毒瘤的名字就叫做侥幸心。他们听了预报，心里怎么想的？哎呀，气象台总是夸大其词，我都在江边住了几十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看一眼就走，我就去溪边钓一会儿鱼，雨一下我就收竿，肯定跑得急。结果呢，一脚踩进溪水里，上面一个洪峰打下来，连人带竿瞬间就没影了。我常常讲，你明知道一锅热汤刚从灶台上端下来，烫得很，你偏要伸出手指头去摸一下，心里还想着我碰一下就缩回来，肯定烫不着。这叫什么？这就是侥幸。出事的关口根本不在老天爷，就在你起心动念的那一念傲慢里，你把老天爷当成了可以开玩笑的玩伴，最后就是拿命在买单。我给你们讲个正史里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事。大明朝的正德皇帝，也就是明武宗朱厚照，那是历史上出了名的精力旺盛，
喜欢到处游山玩水的皇帝，正德15年的秋天，他一路南巡，到了清江浦这个地方。清江浦那是水陆交汇的要冲，水面宽阔，暗流也多。那天正好秋风刮得很紧，江面上白浪翻滚。朱厚照看着这浩浩荡荡的江水，一时兴起，非要自己驾着一条小渔船到深水区去撒网捕鱼。当时随行的那些大臣太监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岸边死死地拦着，苦苦哀求：皇上啊，这秋天的江水深不可测，今天风又这么大，万万去不得啊！可是朱厚照听得进去吗？他根本不听，他心里就有那一股子强烈的侥幸心和傲慢。他觉得朕从小就懂水性，一条小渔船算什么？朕是真龙天子，这江水还能翻了天不成？他推开众人，硬是带着2个小太监把船划到了江心。刚开始还挺好，可等他站起身来，把那张沉甸甸的渔网往水里一撒，出事了，网缠在了一起，被水底的暗流死死咬住。朱厚照性子急，用力去拽那个网。这时候江面上猛地刮过一阵怪风，小船本就失去了平衡，他这一拽，哗啦一下，船整个就底朝天翻了过去。朱厚照猝不及防，直直地跌进了冰冷刺骨的秋水里。虽然岸边马上有大批的侍卫跳下去，七手八脚地把他给捞了上来，没淹死。但是你们要晓得，那秋天的江水寒气有多重啊！他在水里那一激灵，惊吓加上刺骨的寒水，一股极阴的寒气直接就逼进了他的骨头缝里。从那天起，这个原本龙精虎猛的皇帝就开始剧烈的咳嗽，连着发高烧，怎么治都治不好，拖了没几个月，回到京城就驾崩了。你想想看，哪怕是95之尊，坐在皇位上，手里握着天下所有的财富和名医，可当他在江边升起那一念侥幸，觉得我懂水性，我这回肯定没事的时候，他身上的那盏命灯就已经在江风里被吹得摇摇欲坠了。皇帝的命都抵不过一次侥幸，何况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呢？所以诸位老人家，你们要把这话听进去，也要把这话传给你们家里的年轻人。这1个月有3种人必须死死地忍住心里的冲动。第一种是听说台风来了，不但不躲，还要开着车去海边看浪的。第二种是刚刚下过大雨，水流湍急，非要去山溪边上钓鱼的。第三种是天气刚刚一转凉，觉得舒服了，就非要去那些没有开发过的深山老林里徒步探险的。这3样事情在平时可能只是一种放松，一种乐趣，可是在这个极容易走霉运、气场极不稳定的7月，你去做这3件事，那就是拿自己宝贵的性命去换那几分钟的刺激和乐趣啊！老辈子人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说7月不下水，7月不上山，很多人听了撇撇嘴，觉得这是封建迷信，是吓唬小孩子的。你们要知道，老辈子传下来的话，后头都藏着实实在在的保命道理。咱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人观察下来，发现这个月的水温降得快，水下暗流极其湍急，山里的雨更是说下就下，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老人家没办法跟小孩子解释那么复杂的洋流和气象原理，为了保住子孙的命，就把这些讲不清楚的自然规律包成了一句7月不下水的忌讳传给了你。这根本不是什么吓人的鬼神之说，这是咱们老祖宗拿无数条人命换来的血泪经验啊！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不是叫你们整个月都吓得锁在家里，连大门都不出，你该上班上班，该买菜买菜，我是叫你
把那句我这回肯定没事的侥幸心彻底从心底里挖出去，扔掉。你只要不逞强，不跟天时作对，那些深水险滩、狂风暴雨自然就伤不到你一根汗毛。好了，这外头的火、外头的路、外头的水我都给你们点破了，可你们有没有停下来仔细想过，为什么这火、这路、这水偏偏在今年这个7月撞得这么齐？这凶险的根子其实根本就不在外头，它就长在你自己的身上。最后我要讲的这第5件事，是这5大禁忌里头每个人天天都在犯的，而且还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小事。这第5忌就是熬夜动怒，跟着这个老天爷硬扛。你们要晓得，今年的热可不是一般的热，那是100多年里头都少有的极端天气。哪怕现在已经是立秋了，那个秋老虎依然凶猛得很，热浪拖得极长，死死地盘旋在天上不肯走。你走到大太阳底下去站一会儿，晒得皮肤都发痒发烫。面对这么毒辣的天气，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是什么？是顺应天时，是不逞强水。你要一口一口不停地喝，千万不要等到口干舌燥了才端起杯子，那时候你身体里已经缺水缺得很厉害了。正午最热的那2个钟头，太阳毒得很，能躲就躲，千万别顶着大太阳去干农活去买菜。可是很多人不听，有的人是为了省钱，有的人是仗着自己身体好，偏要跟这个天时硬扛。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跟天扛，你扛得过吗？热气和你的脾气，那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天气一热，你身上就跟着燥，身上一燥，到了夜里你就翻来覆去睡不好觉，这觉一睡不好，第2天起来你的眼睛是红的，心里那股无名火就直往上冒，一点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能让你暴跳如雷。你想想看，前面我讲的那4件事追到根子上，是不是全因为这一个燥字？你在家里对老伴说出那句伤人的酸话，是因为你心里燥；你出门抢时间带着气开车，是因为你心里燥；你明知道台风天危险，还要带着一股子不服气的心态去水边，也是因为你心里燥。这个燥字一出来，你身上那盏命灯的灯罩就已经被你自己给掀翻了。掀翻了灯罩还不算，很多人还有个极其漏福报的坏习惯，熬夜。佛法讲得很清楚，白天属阳，夜里属阴。夜里那是天地万物收敛气机、休养生息的时候，对你身上的那盏命灯来说，夜里就是收灯的时候。可是你不收啊，你捧着个手机看着电视，熬到半夜1、2点钟，你以为你只是晚睡了一会儿，错了，你不收灯，你的心神还在往外散，你的灯油就在那里白白的干烧，可是你又没有在做正经事，这叫灯芯没光，油却在漏。你熬一个晚上的夜，耗掉的精气神，你白天就是睡上一整天，你也补不回来。这就好比你把灯罩拿掉，把这盏灯端到风口上去点了一整夜，第2天早上起来，你是不是觉得浑身发虚，两腿发软？那就是灯油快见底了。前几年有个节俭了一辈子的老太太，咱们叫她李婆婆。李婆婆平时连买把青菜都要跟人讨价还价半天，过日子极其精打细算。那天刚好是秋老虎发威最狠的时候，气象台连着发高温红色预警，到了晚上，那屋里简直就像个蒸笼一样，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连吹进来的风都是烫人的。李婆婆的儿子儿媳都不在身边，她一个人在屋里。这屋里明明装了空调，可她就是舍不得开。她心里算计着，
开一晚上空调，那得费多少度电啊？好几块钱呢。我忍一忍，出点汗就睡着了。他不但不开空调，连那台老电风扇他都只敢开最小的一档，而且还让电风扇对着墙吹，怕直接吹着自己费电。到了半夜，屋里的热气越来越重，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捂住了他的口鼻。李婆婆躺在床上，浑身的汗出得像水洗一样，连床单都湿透了。她开始觉得胸口发闷，脑袋发晕，想爬起来倒杯水喝，可手脚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是热衰竭的先兆啊！她的身体里的水分已经被深深熬干了，五脏六腑都在这高温里极度受损。就在她硬撑着想下床的时候，眼前一黑，咚的一声，整个人直挺挺地从床上栽了下去，晕死在地板上。万幸的是，老房子的隔音不好，楼下的邻居听到这声沉闷的巨响，觉得不对劲，赶紧上来敲门，敲了半天没回音。邻居报了警，破门进去，才把冷汗直冒，嘴唇发紫的李婆婆给送进了医院。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抢救了整整2天才抢救回来。等儿子儿媳赶到医院，拿到长长的收费单据，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13000块。李婆婆醒过来之后，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心痛得直掉眼泪。她为了省那几块钱的电费，跟着百年少有的毒热天气硬扛，结果呢，受了那么大的罪，差点把这条老命搭进去不说，还把家里辛辛苦苦攒下的上万块钱全都扔进了医院。你想想看，这叫聪明吗？这是极度的糊涂啊！这就是众生颠倒，因小失大。最后我要跟诸位讲最要紧的一点，我们前面说了，农历7月，你们很多人会去念经，会去行善，会去庙里磕头，甚至会忌口吃几天素，这都非常好，这都是在往你自己的那盏灯里头添油。可是有一件事情，只要你一做，你前面这几十天的功课，几十天添的油，瞬间白做。什么事？就是动大怒。咱们老祖宗留下一句极其深刻的话，叫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这个嗔字就是怨恨，就是发脾气。你在菜市场因为摊贩缺了半两秤，你掐着腰跟人破口大骂了半个钟头，你骂得挺痛快，可你不知道，你这一场大怒就等于是亲手把你自己那盏命灯的灯罩给砸得粉碎。你的灯罩一没，外面的夜风呼啸着就灌进来了。你这一顿脾气发完，回到家，是不是觉得连着好几天都心神不宁，甚至开始走霉运？那是因为你的福报被你自己那把无明业火给烧了个精光啊！所以诸位老人家，你们要晓得，我讲这些绝不是叫你们活得像个木头人，不许有脾气，人非圣贤，怎么可能没有脾气呢？我是叫你们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月份里，当你心里那股气腾的一下要冒出来的时候，当你忍不住要拍桌子骂人的那一瞬间，你把嘴巴闭严实了，你闭上嘴，用鼻子深深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放出来，深吸慢呼，你就做这3个深呼吸。等这3口气过完了，你再决定刚才那句话到底要不要骂出口，往往就是这3口气就能把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外面的人心再乱，外面的天时再造，别人的嘴巴再毒，你管不了，你能管得了的只有你自己心里的那一口气。所以这5大禁忌说破了天，记到最后，记的其实就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你自己的那颗心，心静了，一切灾祸就都化解了。话讲到这里，你们有些人大概听得心里发紧了，别慌，我讲这些道理
绝对不是为了要吓唬你们。既然我把病根给你们找出来了，我就一定会给你们开药方。下面这几步极其具体的保命招数，你今天晚上听完就能照着做，一步一步来，老天爷也拿你没办法。这第一步啊，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无上法宝，早晚各念一遍心经。你不需要搞得多么复杂，每天早上起床去洗手间把牙刷了，把口漱干净，心里清清爽爽的，每天晚上临睡前坐在床沿上，就这2个时候各念一遍心经，统共也就260个字，短得很。有些老人家说我不识字，或者我眼睛花了看不清，怎么办？这个道理很简单，那你拿个手机点开跟着听，心里头跟着默默的念，是一模一样的功德。为什么非要是心经？佛法讲得很清楚，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你仔细琢磨琢磨，你这1个月里头心里怕的、烦的，晚上睡不着觉胡思乱想的，是不是全在这句话里头？你只要照着做，坚持念到第7天，你就会发现早上睁开眼睛的第一个念头不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了，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亮堂。第2步，封口21天。我前面说了，口业最漏福报，从今天算起，咱们实打实地把这张嘴管好，管整整3个礼拜。尤其是早上睁眼起床的第1句话极其要紧，千万不要一睁眼就叹气，不要说哎呀我这里痛那里痛，绝不说晦气话，更不要去赌咒发誓，不要去评论别人家里的长短。你老伴你儿女如果在饭桌上抱怨别人，说别人的闲话，你怎么办？你不接口，你就在旁边安安静静的吃你的饭。如果实在有人逼着你打包票，你切记绝不要把话说死，你只说一句我尽力，给自己和别人都留个余地。你照着这个法子3个礼拜管下来，你会亲眼看到家里的口角明显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怨气不知不觉就散了。第3步，气上来的时候先过3口气。人非草木，总有火气往上涌，想跟人顶嘴，想大吵一架的那1秒钟，那股火窜到脑门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是魔障来了。这时候怎么办？闭上嘴，千万别出声，你用鼻子深深地吸一口气，再慢慢地放出来，深吸慢放，连着做3次。你别小看这3口气，人的理智和魔障之间往往就隔着这么3口气的功夫，3次呼吸一过，你心里的那个火苗子就塌下去了。你再决定刚才那句伤人的话还要不要说，我敢保证，只要这个月里你有1次忍住了，事后你回过头去想想，你会极其庆幸自己当时闭了嘴。第4步，出门前做好那3样。咱们出门办点事，或者出去买菜，把出门的时间提早15分钟。你别小看这15分钟，你只要提前了，心里就不慌，路上就不赶。就这一条，能抵得上一切挡灾的符咒。如果你刚好在家里跟老伴拌了嘴，心里正憋着气，怎么办？你拉开车门坐进去之后，先别急着拧钥匙点火，你在车座上安安静静地坐上2分钟，把刚才教你的那3口气喘匀了，把心里的那股狂躁给按下去，然后再发车。至于这最后1样，那就是沾了酒，哪怕只喝了1小口，也绝不去碰那个方向盘，这是铁律，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第5步，家里睡前走那1圈，每天晚上睡觉前关灯之前，你别嫌麻烦，就在屋子里走1圈，只看3样东西。第1，去厨房看看燃气灶的开关是不是真的拧死了，
有没有还在小火炖着东西？第二，低头看看电视柜旁边的插座，有没有一个插头上密密麻麻接了一大排电器的？有的话赶紧拔下来几个。第三，看看佛堂或者桌上的香烛、蚊香离窗帘、布沙发远不远。这一个月里最要紧的一个晚上，就是你们给老祖宗烧纸钱上供香的那一晚，火点着了，人绝不离开。你哪怕要接个电话，也要搬个凳子坐在火盆边上打，一直等到最后一点火星子彻底灭透了，你再放心去睡觉。第六步，天时不逞强，咱们老祖宗敬畏天地。今年气象预报只要报了有风雨，听话，绝不去溪边、海边，更不要往山上跑。什么钓鱼、登山，通通往后挪，不要去跟老天爷赌运气。天气热的时候，身边备个水壶，水要一口一口慢慢的喝，随时润着嗓子，千万不要等到渴得受不了了才去猛灌水。正午太阳最毒的那2个钟头，你就在屋里待着躲一躲，这不是偷懒，这叫避其锋芒，顺应天时。第7步，把你许过没还的愿在这个月了掉。你们要晓得，很多人家里遇到了急事，或者儿女生病了，一着急就在心里向老天爷、向菩萨许愿，说只要这关过去了，我就怎么还愿。结果事情一过，人舒服了，全给忘了。你忘了，天地间的账本可没忘。赶在这个月15之前，你找个安静的时候，找张纸，把你这辈子能想起来的许过却没还的愿通通写下来，能还的赶紧去还。有些愿太大了，或者你现在年纪大了，手里没钱了，实在力有不逮，还不了，怎么办？你走到佛前，或者就在自己家里的阳台上恭恭敬敬地出声说明白，某年某月我许过什么愿，如今我确实力有不逮，实在还不上了。我现在发愿改为每天念一句佛号多少声，来把这个亏空补上，直到念满为止。你把话说破，把诚心摆出来，只要说完那一刻，你觉得心口突然一松，这笔旧账就算是结了。还有，切记这一个月里千万不要再许任何新的愿。第8步，随身与家里各留一样东西。你可以在手边准备一串木头念珠，不用多名贵，哪怕是路边几块钱买的都行，或者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供上一盏酥油灯。很多人以为是不是这串念珠、这盏灯有什么神奇的法力能照着我？错了，佛法不讲那些玄虚的东西。我让你准备这串念珠，是因为你每次心烦意乱，手一摸到那串珠子的时候，它就像个警钟一样，立刻提醒你，哎呀，今天不能发火，今天不能动怒。它是替你记事的，是用来拴住你那颗像野马一样狂躁的心的。你摸着珠子，心就定了。你看一眼那盏长明灯，你心里的灯也就跟着亮了。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老朋友们年纪大了，可能听完就忘了，没关系，我再给你们最后啰嗦一遍，这5件事，这1个月打死别做。第一，千万不要坐在家里去评论别人的长短，不说酸话。第二，家里的明火和电器绝对不能当成小事，人走必须火灭。第三，出门在外千万不要赶路，不要带着一肚子气上车，只要沾了一滴酒，坚决不上路。第四，只要暴了风雨，就把心里的侥幸死死按住，绝不往水边山里去。第五，天气再燥，也不要熬夜，不要动怒，不要跟这个老天爷硬扛。那怎么化解呢？很简单，照着做这8步，每天早晚各念一遍心经，
管住嘴巴，封口21天不说晦气话，火气冲到脑门上的时候，闭上嘴先过3口气。出门办事务必提早15分钟，每天晚上睡觉前在厨房客厅走一圈，查查隐患，顺应天时不逞强，多喝水，多正午，把这辈子许过没还的愿，这个月妥妥当当地了掉，绝不许新愿。最后随身带串念珠，或者在家里供一盏灯，每次摸到看到就提醒自己今天绝不发火。最后我要跟你讲一句最要紧的话，这也是整个月的契机里头最深的一层道理。佛法讲得很清楚，刚才那5件漏福报的事，你一条一条在心里对下来，要是一件都没犯，我告诉你们，恭喜你，你不仅平平安安，而且这一个月你的福报长得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快。为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月感应强，老天爷记账记得快，记恶记得快，记善也一样记得极快。别人都在因为心浮气躁而拼命漏油，你不但没漏，还通过忍辱静心，天天在往自己的命灯里头添油。同样是这29天，有人过完福报瘦了1圈，有人过完命里那盏灯反而更加通透亮堂了。你是哪一种？从今天晚上起你自己说了算。你们要晓得，这世上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阴宅阳宅，而在咱们的人心。最大的改命不是去算命看相，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的因。你今天听懂了，别光顾着自己好，你把这段话转给你家里那个开车最急躁的年轻人，转给那个爱说闲话的老姐妹，转给那个台风天还要去水边钓鱼的老伴儿。你这一句提醒，可能就让他少造一场业，少走一条弯路，少拜一次家运。这就是在实打实地替你自己，替你们一家子积福啊。最后，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番话对你有些许帮助，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转发都是在替自己和家人积攒善缘。同时，我希望大家都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愿家宅平安，或者就是一句简简单单的阿弥陀佛。我告诉你们，千万别小看这几个字，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咱们千万人的善念聚在这个地方，形成的气场威力不可思议。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善言，老天爷看得见，最后一定会化作清凉的福气，平平安安地回到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上。